在打高黎貢山的時候，還有一個比較難打的一個地方是什麼？松山。松山最終是10攻松山呀。松山腳下就是那個滇緬公路，所以他守到松山，車就沒辦法通行了。所以說必須要拿下松山。但是在松山上，敵人在那2年時間修築了那個工事呀，敵人那個就交叉火力，沒有死角，根本就攻不上。就當時想了一個辦法，就在山腳下挖一個地道，一直挖到那個他們的敵軍的指揮部下面放炸藥。但是当時這個挖地道的時候，有很多這種技術方面的要求，你這個地道怎麼剛好能挖到那個敵人指揮部下面？你不能偏，你差得太遠，你那炸彈、你炸藥起不了效果。有個工兵叫鲍直才，鲍直才他当時是一個排长，他就是畫圖的。當時整個那个第8軍的工兵營，還有3個師的工兵連，100多人在做這個事情。09年採訪的時候，他說當時特緊張，就生怕畫錯了。畫錯之後炸了之後功虧一簣啊！這個地道挖了2個月，那個炸藥運進去，然後就到1944年的8月20號，工兵營營長親手按下了這個發電機，然後接通電源，直接就炸。然後那個營長說，當時要按下這個開關的時候，手在發抖，就是唰一下子升起了蘑菇雲，整個敵人的那個地保指揮部一下被掀翻了。因為上面還有很多的那些殘軍嘛，只是他們已經沒有交叉火力了，我們就可以攻上去了。那時候真的是拿命去攻呀！當天組織了一個敢死隊，直接現場給你發了錢，帶着就上山。所以後來你知道那些敢死隊還有誰能活着把錢帶回來的嗎？滿山遍野都是那些當年敢死隊那些鈔票。後來我在前多年在重慶榮昌縣的檔案館裡面，我查資料看到一個資料，我看到之後我很震驚，就是當年那個部隊給四川的監獄發了一個通知，要求在死刑犯裡面徵集敢死隊送到雲南戰場，都是一死，還不如去為國家轟轟烈烈的去死吧。我們現在講的這些呢，每一個讓你都感覺到無比的傷心和悲壯。